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今天我们来说净资产审计。那净资产审计呢，是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首先什么是净资产审计？那税局呢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审计？那用这个方法呢，是原因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法审计，而不用传统的方法来 verify 你的账目来审计，而是用这种方法？那最后呢，就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那首先呢，净资产审计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它主要的一个target 呢，就是衡量你的 net worth。那你的 net worth 在期初和期末的这个变化呢，如果能用你的收入申报的收入来解释呢，那一般就不会使用这种方法。但是呢，如果结合你的那个生活方式、你的资产、你的消费水平跟你所申报的收入不配比的情况下呢，就很可能呢，税局呢会不依赖你的所申报的内容，而是呢直接进行 net worth 的一个评估。那这个 net worth 的变化呢，除了收入的增加之外，它还会考虑一些生活费用啊，包括你接受的一些别人给的钱，或者是别人还债给你的，或者然后减去你还给别人的，或者你甚至被偷被窃减少的这些。总之呢，将所有的因素呢能考虑的都考虑进去呢。如果还有一些net worth 的增加不能有合理的解释的话，那么这一部分的呢就很可能被当作 unreported income 计入你的收入当中。这个屏幕上的英文的部分呢，大家英文好的呢可以 pause 看一下。如果不愿意看英文的呢也没关系，就直接听我说的意思呢，大概是差不多的，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接下来这个屏幕显示的呢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公式，就是一个期初的数加上你申报的收入减去 expenditure 等于那个期末的，就是说这是它的一个理论依据。然后呢，当然这个简单的公式呢，它有很多调整。那下面有说包括你的债务啊，什么个人的那个消费啊，这些种种其他的这些都会考虑进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税局往往会问你很多这些问题，包括你每个月的消费。但是大家知道，这么一个公式看着简单，但是实际上你的 business 还有你个人这些什么都加起来，这所有的开支是太复杂了，而且有些你也不记得，也很难去都一一的都能找出来，这个工作量是太大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说只要采用了这种方法，就往往呢可能对你已经是有一种不利的，因为他用这种很粗略的计算的话，是你得提出证据来证明他用这种方法是错的才行。而且呢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个人消费的这一块呢又很难去佐证，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上面没有写，但是呢我要提一下，就是说经常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依据，这个计算又太复杂的话，税局会用Statistics Canada 的数据，也就是说统计的数据来算你，比方说一个4口之家一个3口之家的这个消费是应该多少，用这个来算你个人的消费。比方说那个你期初的 net worth 加上那个申报的收入，再减去你这些消费，应该是期末有多少资产，然后算这个差额。那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种按统计的来算肯定是跟你实际的不符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能提出有一些合理的可以支撑你的消费的话，就可能会用这个统计数据来算。这里要说的是，这种方法呢，因为它不是很直接的一种方式，它是一种间接的来计算的，所以呢，在跟你有经济关系的这个一个 household 所有的人，只要你比方说你有共同账户啊，或者在一起消费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有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呢家属呢，往往是就是一旦被审计就全部进去了，纳入了这个审计的范围。比方说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除了配偶还有其他的家人呢，那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呢不是几乎啊，就是肯定所有的成年人都进去，只有孩子可以幸免。那在这个审计过程中呢，税局会将所有的这些财务资料啊，包括个人啊、公司啊之间的这些所有的交易啊，就是所有的数据呢，他可能都会去看。如果在这些数据呢，他认为有问题，
你要是账都做得很好，比方说个人的公司啊都是分开呀或者什么的，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可能一开始这个审计范围呢就比较窄了，就只是觉得你的账是 reliable 的，那就用你的账。但是呢，如果不 reliable， 它肯定就会扩大。一旦扩大呢，他发现这种不能解释的这种收入的话呢，他就直接的处理方式不是说去调整你的公司的税，而是呢直接把这些呢就算是你个人的收入了，个人当年的收入了，而且这个收入呢是不会再有任何 deduction 的，而且有些情况下还涉及到 GST 的呢，还会给你算那个 GST。那这样呢，可能还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一旦他们发现这个有一些系统性的是这种就是有 unreported 的这种收入的话，他很可能呢还会就给他 justification 呢去我们另外一个视频说的那个 statute bar 的那些 year 呢，他就可以 open 了，他就可以审计呢超过那个一般呢reassess 的这些年度，可以 go back 更多的年度呢去进行审计。那最后呢，他将他发现的呢没有申报的这个金额呢，除了补税之外呢，一般呢还可能会有一个50%的 penalty。那大家可以看出呢，那这种方法呢，肯定是一种既不严谨又不方便，而且呢非常扰民的一种方法。那为什么税局还是要使用这种方法呢？那这有个案例啊，上面写的呢，大致的那个意思呢，是法庭我们不是说这个案例啊，就是说这个案例里面有一句话呢，就是说这种方法呢，在使用的时候，它是一种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说它不能让人满意，也不精确。但是呢，它就是任何时候呢，它是作为一种 last resort 的，就是你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，这就是法律呢就会允许你是使用这种方法。那这里呢就引用了就是所得税的法案，就是 ITA 和 ETA， 这是GST 啊，都有那个相关的那个条文。那个所得税呢是 subsection 1527和1528，而那个 GST 那边的 Excise Tax Act 那边呢是 section 299，也就是说它都是虽然是一种很不好的方法，但是呢它有法律的依据，而且法律说尽管它呢可能有很多 error， 它还是使用，但是呢它也强调呢作为被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呢，你是可以去 dispute 的，你呢可以只要你有任何理由呢，你是可以去 challenge， 不管是这种计算的结果，还是有没有必要去使用这种方法，都可以去 challenge 的。比方说，当他用那个 Statistics Canada 的数据，用统计数据来计算你的消费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呢，如果你有一定的依据，有你的记录可以整理出来你实际的消费是多少，而这个数字呢比他估计的数字呢更准确、更可依赖的话呢，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，也就是说你使用的这个数据呢是不合理的、不 reliable 的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任何一个环节呢，你都可以在有你的数据的情况下呢，去进行一个很有力的挑战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呢，税局会认为他使用这种间接的 verify 你的 income 的方式呢是合理的，他就要使用的。那么我们看看这几条，看能不能呢在平时的那个做账务税务的过程中呢，尽量避免这种情况。当然有些是没办法避免的，但是有些呢可能是可以避免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条呢是你的账务记录呢记得很不清楚，就是很不够，就是有些呢混沌或者是错误很多，然后呢如果这些错误太多了呢，你也没办法知道那个正确的是什么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没办法用这种直接的方法，而采取这种间接的方法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可能是大家可以避免的，就是呢银行的账户呢，我们一般建议只要是你开的 business 账户呢，尽量将 business 和个人的不管你是用个人信用卡还是公司信用卡，就是因为有的人是 self-employed， 这种用个人的信用卡本身不是问题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分开。比方说你 business 呢，最好呢就用一个银行账户、一个信用卡，而个人的呢就完全分开，不要呢在个人和公司之间呢混在一起，因为这个就是最容易导致你个人的那个全部进去进行net worth 审计的一个原因。
第三个呢是有点类似啊，就是用一个 bank account 什么呢，个人的、公司的什么各种不同的那个业务的或者什么的呢，全都混到一起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没有人能够区分，我就不用这种直接方法，我就用间接方法来算你的。那这样算的准不准呢？人家不 care， 然后呢，你就要去 challenge。那下面呢，就是这个大家平时经常听说的，就是说你报的税呢，跟你的消费的那个水平呢，不 match， 也就是说你，比方说你就报6万的收入，但是你报你住300万的房子，你的孩子全部上私校，开豪华车，这个呢都可能会引起他们注意来实施这种 net worth 审计。那第5种情况呢，可能就是你自己没法避免的，得怪同行了。就是说你这个 sector 呢，经常存在那个 tax evasion 的那个情况。那么税局在有一段时间着重审计这一块呢，比方说有段时间审计地产经济，那很可能呢，你是一个很小心记账的地产经济，也就被抽查拖进去了，也有可能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全部是查餐馆，那餐馆的风险就也升高。有时候查 construction， 那你 construction 呢，可能你很小心的也是被牵连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那最后一种呢，就是你报的收入跟你这个行业呢不太匹配。那么你这个行业呢，比方说一个律师一般呢都有多少的收入，一般当然这个差别会很大，但是如果明显呢你的收入长期比别人低很多，那个呢也是可能会被招致审计的这个 net worth 审计的一个原因。那当然这些呢可能不是一个全部的 list， 但是呢是主要的一些原因。那最后讲的这一部分呢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说你一旦被 net worth 审计了呢，也不要觉得就这样让他去审了。那么你应该做的呢，就是我的建议啊，也是这上面说的，那就是呢，它有2部分，一部分呢是你直接挑战这个方法，也就是说，我能提供足够的，哪怕是你当时的账做得不好，那你现在还来得及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，所有的依据都齐全，然后有足够的说服力，是这个数字该补的补，这可能呢也比你那个 net worth 的情况要好得多，因为 net worth 这一计算，这个太粗犷的进去之后呢，你就不知道这个结果就有点失控了。那这个呢就需要你立刻呢把你所有的资料呢都整理好，要有充足的，一定要有，就是它的 sufficient 的，一定要有很充足的证据和理由呢去证明这个数字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用那个 net worth 的方法。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说它一旦使用 net worth 这个审计呢，这是里面是有很多假设的，比方说你的个人开支呢，那这么细节的开支你不可能一笔笔的都列出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可能要有很多假设，有些估计很多呢他都不可能，他也是人，就是说当你算你自己的那个收支的时候，你可能自己都算不清楚，过了这么多年，那税局呢他也不是神，他也算不清楚，他就会基于很多假设，那这些假设本身呢是可以 challenge 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当你的生活开销被他用这个statistic 的数字呢去算的话，还有一些呢比方说你记得不清楚，比方说一些开给员工的费用啊，没有 T4、T4A 啊，或者这些，他可能呢直接就给你 write off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是有依据，比方说虽然我没有这些，但是我有 invoice， 而且对方呢也入了账，都有什么，就说你一定要有依据。这个依据呢可能是口头的，也可能是，但是呢一定要从一个理性第三方看着它是有足够理由支撑的，这个呢你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。也就是说在这一个stage 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还是不应该放弃，还是要尽量的积极的去把这些资料尽量的准备好，来争取得到一个最有利于你自己的结果。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 email 给我，谢谢大家。